这里是 Chris KB Car，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在我身后呢，这辆是2018年的Sorento UM，不过这辆是有点不一样，它是 Diesel 的。我再跟你们讲一下它的差别啊，一些小小的配备啦。Sensor 前面一样有 ，Auto Parking 全部有，洗大灯跟 Petrol 一样都有。然后这个呢是油死的，它是2.2 Diesel Turbo， 它是有 Turbo 的，然后它是 6 Speed 的啦。在新款的全部都是8 Speed 的，可是这个在那一个时候它的是6 Speed 的。然后这个呢也是Diesel的 Signature Color， 是这个有点褐色这样的 Color 啦，觉得这个蛮好看的颜色，它是只有Diesel的才会有这个颜色。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旁边一样咯，它是 All-Wheel Drive， 你可以看到一个 logo 在那边，它是 AWD。再来它后面一样是 Smart Tailgate 啦，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后面。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有写住 Eco Dynamic， 就是 Diesel 的啦，它是一样是 Smart Tailgate。那跟那个 Petrol 的后面的 design 全部一样啦，就是我们的拉就一样可以下，后面一样有它自己的 controller。然后呢，这个 Diesel 呢它是 High Spec 的啦，所以就是一样我们刚刚说的啊，那个 Auto Parking 啊全部都有。当然就没有 Auto Close 啊，这个 Close 要自己关啦。后面有 Wiper 啊，再来这个的 Sport Rim 还是19寸，很像我们看 Petrol 的话是18寸，这个是19寸。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内饰。以后座空间是非常大的啦，觉得我也不用去比，你也看得出它是真的很大，上面很高，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差不多1个拳头半到2个拳头左右啦。然后呢，这里它有它的窗帘，这些全部都是原装就来了的啦。后面有它自己的 aircon， 还中间，然后这里呢有自己可以放东西的地方啦。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有2个香烟头的 socket， 这里还有一个 USB port， 然后这里全部是 leather seat。当然这个我们还是可以调的啦，它这个还有几段式的调椅子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再放斜一点，所以看你要调到怎样的那个斜度，你怎样适合咯。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还有 cup holder、armrest，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后座空间啦。不过它这个上去后面就没有这样方便啦，就典型 SUV 的上下空间就是这样咯。OK， 所以我们来到后面，你可以看到它就很典型的 SUV 啊，这边是肯定是比较短的，就 SUV 的后座空间就是这样子，以上面就也是刚好 maximum 了啦，这全部都是它的极限。不过至少后面呢，它还有 aircon controller 啦，大小风都还可以调，就还可以接受。后面有它的 cup holder， 不过主要就是还是一样啦，就是 SUV 啦，它的后座空间就是这样啊。然后它你可以看它真的很短，因为它也比较调浅了一点点，所以还有点位置啊。如果再调厚一点，可能就会刚刚好顶着咯。所以它start车也是一样，因为它是 keyless， 所以我们就 OK 低车声音。不过它的很近哦，它的低车好像很近很近啊，是属于近的那一边。当然它就没有 petrol 这样近，不过还是属于近的。空关小一点，我们听听看。这里这一方面呢，我们就跟那个 petrol 的是一样的，完全一样哦，就是它的那个 handbrake 也好 ，drive mode 全部一样有 ，all-wheel drive button 全部有 ，auto parking 有啦。这里呢，这全部都是 original 的啦，全部都是 touch screen， 可是它就没有那个 Android Auto， 没有 Apple CarPlay 啦，因为毕竟它也是18年，是旧款的，那个时候还不流行这些，它就主要是用 pen drive， 还有它连 DVD player 这些都没有啦。调温度的全部在这里。以空间来讲，这个是 7 seater， 以空间来说就是蛮大的，因为是 segment D 的那个 SUV 嘛，所以整体来说就整体空间你看哦，整个空间就是舒适感，比较舒适啦，因为它大嘛，空间里面。它 signal 呢就是左手边这有 power seat。OK， 所以我们调好来，这边就一样，它是 auto cruise signal， 左边 wiper 在右手边，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试个车。对，它的 pickup 哦。compare with petrol version， 它的这个 pickup 会比较顺，因为它有 turbo 啦，所以它整体我们只要一踏，它整辆车就会去了啦。而且它很顺哦，它真的很有力哦。而且你要想一下，这样大辆车哦，它是7 seat 的 segment D 的 SUV， 不过它的油门我们只需要一踏，它就去了，好像是很有力啊，非常有力。而且以 2.2 来说，它的那个整个 Rotax 也比较便宜了，它 Rotax 的话是差不多在500多块。所以整体来说都会比较便宜，可是主要你要可以接受它的那个声音啊，那个低色声音，所以我们才跑一段路是比较有上领的，我们才对，你可以看它力哦，它是真的有那个力在那边啦，就毕竟是turbo，虽然讲它是2.2的 diesel， 不过幸好它有 turbo 啦，所以就整体只要我们一踩，
那它的力就来了。所以其实现在以下来说呢，它的2.2 diesel turbo 都出蛮多模的啦，现在新的啊，你可以看我们的新模的 Carnival 啊，新的 Sorento 啊，都是会有它的2.2 diesel turbo。只是呢，新的模的呢，它的 engine 是有改良啦，所以当然跟这个还是有点不同的。新的会比较近咯，有没有做过 comparison 的话呢？这个声音其实我可以接受，我是可以接受，就是它至少不会到很吵啊，像罗里这样的那种声音啊，所以这整体我是还可以接受的。以 cornering 来说 all wheel drive 嘛，所以跟 petrol 那个是一样的，没有差。主要的是 all wheel drive， 你摆弯什么都会比较稳。所以现在呢，我们是没有开 radio 的情况了，所以整体也没有什么声音。aircon 关小一点，基本上我们也只听到 diesel 声音啊。对，就是一直都是 diesel 声音啊，只要我们一踩油，我们就听到 diesel 声音了。所以如果你们可以接受这个声音的话，而且你本身又喜欢 diesel 的引擎的话，其实Sorento油食是真的可以考虑的，它真的值得啦，因为它德国嘛，如果你要有力，而且还比较省油哦。这个油食的Sorento就跟像新款的Carnival一样啦，整体来说都会比较省。所以这辆呢是2018年的Sorento Diesel， 它的价位呢差不多在100多千左右，像这一辆呢还是会差不多在105 on the road 包完。然后这个呢，通常我们预算的话，一个 10% 的头期的话，差不多我们看10千、11千的话，你供个9年呢，你的工期差不多在1100多，主要看那个 interest rate。然后呢，这辆 Diesel 呢，它的 customer 呢，主要是那种 marketing 啊，你们用量比较大的，然后你们本身又喜欢有比较有力，要再多人，这样绝对是你的选择啦，因为它是 Diesel 嘛，就很有力，而且还很省油。当然，你们平时喜欢跑快车，它也是一个选择。Turbo 嘛，200马力又440 Nm， 就是很适合拿来用啦。就算你 daily drive 也好，你这样子平时驾出门也好，你就算见 customer 它也好看。如果你很有兴趣这辆车，你可以 WhatsApp 我，记得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我们下个影片见。